疫情期间就有很多的假新闻，就是会告诉你台湾死了多少人，只是都被政府压下来，然后还有一堆图，那图都是中国来的。我正想问，谁在制造这些假图？中国。大概是2018年开始，假讯息突然铺天盖地的出现，会是乌克兰吓醒我们。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当时乌克兰被入侵之后，我们好像再加上现在网络跟影像的科技这么进步，那时候台湾就有人说，我们现在真是沉浸式体验乌克兰战争，每天看到哪里被炸，然后哪里这个断水断电之类这样。这几年我们对战争这件事开始有所反应，但我刚刚说的是积极的反应。那另外一些想要否认、抵抗、消极的那些人，他们就会更觉得怎么可以战争？我们就跟中国谈和就好了。那积极备战的人，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譬如说像民团协会这样的组织，他们不再只是期待政府用国防的力量，他们更在意民间有没有自主防卫的力量。因为过去台湾人就是喜欢崇拜首富，以前是王永庆，台塑集团的董事长，后来变成郭台铭，那现在就是他，现在就黄仁勋。那而且他的那个论述把台湾好像带成是台湾变成是一个 AI 岛，人人都可以因为 AI 的兴起，然后又获得很大的利益。我觉得过去2个礼拜台湾活在这样的粉红泡泡里面。赖清德总统上台，他其实面临的除了中国的威胁之外，他其实真的还是要去解决台湾的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的这个现象，不能无视这个现象，不能只因为少数的产业、少数的人赚到了大钱，就说台湾的经济是好的。比如说，我一直有一个小问题，刚一开头我觉得特别好的一句话，就我非常希望听到台湾人自己讲我的愿景，就我对这个国家的愿景，我对这个岛屿的愿景，我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愿景，还有就是解决更多具体的问题，当然我会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因为是谈本土政治、本土历史的，我还是会问你，台湾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还有，但是我们在那之前，我们先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台湾本土议题中间亟待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说现在确实是是不是要打仗，是不是这个统独还是怎么样的？中国的不管你们说的是压力也好，压迫也好，还是什么围堵也好，是更大的议题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吵吵闹闹的本土政治议题下面，现在台湾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这分2个部分，第一个是对战争的想象，第2个部分是就是资讯的纷杂。我们先谈对战争的想象这件事情咯。你刚刚说到了其实统独和侵略跟抵抗是2条完全不同的轴线。统独指的是这2个到底是同一个国家还是不是？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侵略跟抵抗已经不再讨论统独了，而是就是确定。侵略跟抵抗就是2个国家有一个想要去入侵另外一个，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2条轴线。台湾已经从统独变成侵略到抵抗了，我觉得是有这个论述的改变，就连在基层也是这样的，就这个已经不是台北，就不是权力中心或者说外交政策层面的了，就你们在本地，不管是台中、台南、嘉义、哪哪，也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层面了吗？现在其实谈统一或独立的人少了，但是谈会不会战争的人多了。那在谈会不会战争，就谈到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战争是什么这件事。我这一辈完全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的父亲现在89岁，他经历过第2次世界大战，然后经历过冷战，可是他经历战争的时间已经是1945到现在都多久了？80年前了事情了。所以其实大部分活在这块土地的人是没有战争经验，我们不知道炮弹砸下来是怎么一回事的。即使有823炮战，那个也不在台湾本岛，那个也是在金门马祖。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战争是怎么回事。乌克兰吓醒我们。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当时乌克兰被入侵之后，我们好像再加上现在网络跟影像的科技这么进步，那时候台湾就有人说，我们现在真是沉浸式体验乌克兰战争，每天看到哪里被炸，然后哪里这个断水断电之类这样。我们透过乌克兰的经验去想象战争是怎么回事，然后开始出现2种不同的人，一种觉得要积极备战，一种人就是更抵抗、
拒斥战争这个路线，越来越觉得和平最重要，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想打战。那台湾社会现在出现这样子的分化，那积极备战的人，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譬如说像民团协会这样的组织，他们不再只是期待政府用国防的力量，他们更在意民间有没有自主防卫的力量，所以民防这件事开始成为这几年重要的讨论。吴怡农一定也跟你谈过这些嘛？我还没约吴怡农。OK， 对，那他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是的，他那个什么那个 forward， 他那个协会叫壮阔台湾，对，壮阔台湾，对。好，然后我觉得在战争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政府对于国民的民防教育做的远远的不足，是我们其实在国防部下面有一个全民动员署，叫全动署。国防部下面对有一个全民动员署，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跟因为我也发现街头还有什么宪兵部后备军人司令部之类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蛮像我一个外来人就很新的一个词汇。因为台湾现在还有全民动员署。对，然后叫全动署，然后男生要全都去参军。没，应该是这样说。台湾的男性有当兵的义务嘛，成为军人的义务，那叫义务役，兵役的役。那你义务役结束之后，你就变成后备军人，你就受这个后备军人司令部的管辖。那通常是到42岁还是40几岁，你就会除役，就是那个后备军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战争真的发生，现有的军援不够了，就先从后备军人去征召。所以他们在这个还有后备军人身份的时候，他们会有要去教召的义务。所谓的教召就是每隔几年把你叫回来训练一下，让你打打靶，然后让你住在那边几天，感受一下，重新体验一下军事生活怎么回事，那个叫教召。那以前的教召都很轻松，这几年教召开始变得比较严格。也有人在讨论这件事，其实是有趣的。这样就是真的开始跟你说战争会怎么样就真的在男性要全民备战了，就是我们要随时对预备役。这个是民进党蔡英文政府确实有做事情，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民防的部分是动作还不够快的。对，就是现在只能靠民间的力量，各自想做各自的事。还有一个叫黑熊学院，他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对。所以这几年我们对战争这件事开始有所反应，但我刚刚说的是积极的反应。那另外一些想要否认、抵抗、消极的那些人，他们就会更觉得怎么可以战争？我们就跟中国谈和就好了。这是一个战争，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资讯的这个纷杂碎裂跟易于操弄，这个我相信是全世界皆然。可是在台湾它有一个更特殊的意义，是我们有一个这么大的恶灵在旁边，然后它确实是会操作台湾的资讯的。所以我们这几年常常说，譬如说资讯战，我们说资讯操弄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澄清假讯息，这些事情在过去的10年，我们从一开始的震惊想说，就是譬如说2019年的时候，台湾的农业经历了很大的一波假讯息的洗礼，就是大家开始会收到一些照片，然后会用某一张图，譬如说凤梨塞满了一个池子里面，然后说就是因为凤梨滞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农委会，那时候农委会不够有力，所以才因为跟中国关系触礁，所以无法外销，然后导致这些凤梨农的这个心血泡汤，类似像这样。那可是事实上事后发现，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图跟错误的文字凑在一起，那他就是刻意要去做这种资讯的误导。我正想问你，因为全球现在都在说假新闻，是台湾是重灾区。但我之前在这个语境下，我就不太知道台湾的假新闻和错新闻到底都是什么。是我刚刚就举了一个例子 ，OK， 农业的新闻就是一个。明白，你就是说这个假新闻它其实是会影响公众对于一些重大议题的风向，尤其是选举的时候更容易。对，所以这就是假新闻，这就在这种层面上可以干预到某一个党上还是下。是，确实有可能。明白了。我还在想本地上台南，比如说台中、台南的老农怎么受假新闻的影响呢？
我现在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透过网络，台湾是一个 LINE 非常发达的国家，每个人都在 LINE 上面每天早上传早安图、晚安图之类的，然后很多假讯息会从那个时候透过这样的讯息进来，那这样的讯息会让譬如说什么我们很常见的一种假讯息是什么台电已经决议从什么时候开始要调涨电价，然后让民众可能因此讨厌台电之类，像这样的台湾电力公司，像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在疫情期间更严重。疫情期间就有很多的假新闻，就是会告诉你台湾死了多少人，只是都被政府压下来，然后还有一堆图，那图都是中国来的。我正想问，谁在制造这些假图？中国，真的？对。那他们的目标是干嘛呢？我们其实台湾现在有好几个团队，其实就是很努力的在追踪这些中国的讯息流，怎么样在这里先制造一个假的新闻，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到台湾，然后在台湾透过什么样的途径再传播出去。我们其实有好几个团队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了。哦，这又是另外一个好话题。是。因为你刚才一说 LINE 的这个生态就很像中国的那个微信群嘛。是。而且中国那个微信它很可怕的在一点，就是它是，不管你人在国内还是海外，就是你很多人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在加拿大。什么的，他们家里人都还用微信，所以他们必须用微信跟家里人沟通。然后你就会发现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关于美国的新闻是从微信上先出来，然后再传回美国，然后再回来，每次在每一个点上都有增加。是，这个讯息流是可以被追踪出来的。所以台湾也在针对这个。对，这几年其实蛮多团队在做这个，我一阵子也在做跟这个相关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接下来。台湾尤其是现在很麻烦的是，我们的立法院是一个就是朝小野大的情况，蓝白两党国民两党加起来大于执政党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通过一些对民主有害的法案。那这些法案怎么样可以透过正确的资讯传递，让一般的人知道说原来通过这样的法案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去做扩散，而不是让那些假讯息到处扩散，这个是台湾接下来面对很重要的议题。明白。所以说的好像是战争，是大的，但好像统独也是大的题，但其实到最近就这1-2年，在普通人里头，不管你是可能不是1-2年，已经是5-6年以上了。5-6年了，对，是很具体的体验。大概是2018年开始，假讯息突然铺天盖地的出现。但我说这个战争的威胁，就是直接来自于乌克兰这次体验那个是之前大家会说，譬如说前2年大家一直在谈的一个数字叫2027，中国有机会在2027年之前武力侵犯台湾嘛？那就是大家那个时候在想2027 OK 好，但对战争是什么没有想象，直到乌克兰被攻击，那我们才突然明白什么叫做战争。对啊，而且现代化的战争。那在基层你会有什么感受呢？老百姓会有什么感受呢？或者说主战和主和的人占多少？还是大家觉得随便吧？我觉得那也会随着时间不同。刚开始的时候，哇，台湾多少人支持乌克兰？那时候多少人的那个脸书大头贴就换成乌克兰那个蓝黄的国旗标。但其实现在乌俄战争还在进行，但是关心的人其实少了，就是人的注意力跟时效很有限。一开始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激动，然后可是随着时间下降，然后被其他事情吸引掉之后，现在在意乌克兰的人已经又变少了。对，就会需要新的刺激，大家才会突然意识对耶，战争的风险还在我们旁边。明白。那关于振兴本土经济或者年轻人的生活的这些福利啊，这些医疗啊，社会议题的部分，社会议题的，因为今年这个总统大选中有一个点，就是包括也在好多我们在外面看的，就为什么会出现民众党，也是有一些年轻人反而会对当下的2种政党都不满意，生活上也不开心。还有北京的朋友就直接问我说，会不会台湾现在这么热衷于民主运动，或者说也跟经济不好有关？这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我想一下这一段又要被民进党朋友讨厌。民进党在过去8年间一直告诉我们说，台湾的经济一直在成长， GDP 一直在往上，可事实上那个可能是透过譬如说房价一直往上涨，或者是说半导体等等的出口产业确实产生了巨量的产值有关，拉高了整体的数字。可是事实上就是受薪阶级
或者是说最底层的这些人，他们仍然感受不到那个所谓经济成长带来的果实在他们身上是什么，他们只会感受到通膨。OK， 对，那受薪阶级什么意思？就工薪阶层，对拿工资的人，拿薪水的人。OK， 对，受薪阶级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的薪水涨的幅度远不如通膨的幅度，所以台湾到底经济好不好，这个有太多可以解读的面向。民进党政府一定会告诉你，在过去8年这个台湾的经济是往上的。那再加上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到这个黄仁勋旋风，你来台湾的时候，刚好黄仁勋应该刚离开嘛，就是那个。NVIDIA 的那个总裁，他来，然后吃了很多什么小吃，对，我们就在笑说他取代了那个郭台铭，对，他取代郭台铭变成新的台湾人偶像，因为过去台湾人就是喜欢崇拜首富，以前是王永庆，台塑集团的董事长，后来变成郭台铭，那现在就是他，现在就黄仁勋，那。而且他的那个论述把台湾好像带成是台湾变成是一个 AI 岛，人人都可以因为 AI 的兴起，然后又获得很大的利益。我觉得过去2个礼拜台湾活在这样的粉红泡泡里面。真的吗？对，大家有一种有钱大家赚，然后我们即将迎来一个 AI 非要的时代，然后台湾会在这一波里面大受益。确实。他的这个黄仁勋旋风，刚才我打断了，你们看到的媒体的报道的是什么样子呢？都非常正面。然后他今天吃什么？还有人在整理黄仁勋来台湾的每一餐吃哪几间餐厅，然后突然就变成比米其林名店还要受欢迎的餐厅，这样子大家就会去追逐。对啊，所以他那几天来台湾到底干了什么？他其实主要是因为来参加 Computex 一个很大型的电脑展年会，然后来发表他们的新产品跟做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商业的产品的推销。可是因为他成功的在那样子的一个演说场合顺便行销了一下台湾，然后就打中了某一些台湾人觉得说，对，台湾就是一个科技岛、经济岛，我们还在这条路上的这个想象。哦，可是你知道我们从那个中国的微博上看到什么吗？Twitter 上也有人说嘛，就把黄仁勋那个发表那段给圈出来了，然后说我们台湾是最伟大的国家，还怎么样这么一段话，然后微博上有很多居心不然的人就说，哎，圈上说现在要在国内要抵制黄仁勋了吧？抵制，因为他这几年因为中国也还是很崇拜高科技嘛，多少人喜欢 Elon Musk？ 是。那现在说这个黄仁勋这个已经他们公司已经比有可能要超过 Elon Musk 成为更贵的公司，也有这个讨论，然后就马上再给他圈图。但是反而对台湾自己本地是不是真的变成了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国家或者就是这个市场，讨论的人不多。对，因为也不知道怎么讨论。是，可台湾呢就真的觉得我们强大了。是会透过这个 AI 科技让台湾又有一波新的经济起飞。你觉得会吗？产值上确实有可能在往上，可是到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分配有没有机会落入更多人的口袋，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的口袋，这个才是要关注的重点。明白。对，所以那年轻人，我刚才说到，就是年轻人的收入各方面的是会不会被有点被 compromise，英文就 compromise， 就好像成为被牺牲的一代呢？确实也有啊，台湾有一首歌叫。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台湾有这样子一首歌，废青前些年的讨论，香港是叫废青。那首歌其实非常红哦，然后它就是非常躺平族的心声。台湾有这样子流行的歌，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歌名就叫这个。他们说，还要加上他们说，对，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那你觉得怎么办呢？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我确实觉得，赖清德总统上台，他其实面临的除了中国的威胁之外，他其实真的还是要去解决台湾的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的这个现象，不能无视这个现象，不能只因为少数的产业、少数的人赚到了大钱，就说台湾的经济是好的。这么一说，好像突然变得我很左一样。没事，你是左右不靠，独立的声音都是这样子的。我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
对，就是他确实要面临这一件事，然后不能再说年轻人反对民进党是被中国操弄，他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年轻人在生活上确实感受到了他们不如上一代的这么顺风顺水，就是我的父母亲那一辈就是四小龙发对，我台语有一句话就是说，只要你愿意犁田，你不怕没有，如果你是一头牛的话，只要你愿意犁田，不怕没有田可以让你犁，就是只要我愿意我就会成功。可是这一代年轻人真的不是那样的时代。对啊，这会不会也会造成更多的街头运动或者民主抗争呢？现在其实有点有趣，譬如说以青鸟行动来说，它不是因为经济目的而出现的，它是政治目的出现的运动。可是会不会出现像过去占领华尔街那样子的运动？我觉得如果贫富差距在更扩大的情况下，被有些人去操弄这件事，然后去激发这些年轻人觉得在现有的执政党的执政下，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成果的时候，不是没有机会透过这一种看起来像是经济型的社会运动，但事实上背后是有它的政治目的存在，这是有可能出现的会表达一些不满，是更加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小草就是这样子很明确的目标族群嘛。小草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有很多是因为这样，觉得蓝绿一样烂的。那个蓝绿一样烂，他们并没有被谁操纵，而是因为他们真的自己感受不到绿的好是什么。明白。这个跟现在网络上的很多的就是愤怒的青年是一样的，是你也没办法特别明确他到底哪些议题上，但他就是不爽，就是不高兴。是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新芽，你们现在具体在做什么？在日常中怎么执行这些事情？我其实觉得10年前、10年后的这一次参与，我意识到第一件事是，不要觉得凡事一定要有我，就是我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我觉得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人可以补上各式各样的位置，重点就是你要确保你身边的人跟你的想象跟方向是一致的，那样就好了。我们应该要摆脱那种，像这一次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巨大的偶像就泡沫化，就黄国昌嘛。对，那他是10年前的巨型偶像，可是10年后他成为被唾骂的对象。那这个中间的落差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 ego 膨胀的那么大。社会运动中我是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但那个重要是对我自己而言，对我自己的生命意义而言。可是你只要确保你身边的人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一定会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把事情做好，不要只觉得事情压在一个人身上就对了。那再讲回来，我们在台南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在台南做很不一样的地方民主的实践。我刚刚谈的所有都是在中央、在台北、在立法院周遭1公里内发生的事情。可是当我回到台南，2016年我回到台南的时候，我有一种我是异乡人的感觉。那种异乡人是我喊不出就是譬如说这20，我离开台南可能已经快要20年了，我喊不出这20年来台南路民的改变、餐厅的改变，甚至是人际网络。我除了能够找我的亲戚跟高中同学之外，我没有朋友了。这是所有人离开很久之后回来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真的是花了7、8年时间才重新觉得 OK， 我现在是一个在地人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是我觉得光是有一些很微妙的体感上的差异，就是台北人走路很快，台南人走路比较慢。我只要回来走路快一点，就会被说你这个台北留下来的坏习惯，或者是台北的大众交通工具比较发达，我们出门习惯坐捷运，然后公车什么之类。台南没有这么发达的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就习惯骑机车，以至于台南人都要骑机车骑到最后1里路，离家200公尺的 7-Eleven 也要骑车出门，这样子。这都是很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可是那个生活习惯会让整个人的生活感产生改变。可是再讲回来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一件事啊，我刚刚就在说，我回来台南开了我人生第一个遇过的没有记者的记者会，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惊吓的经验。过去在台北，我只要发了彩通，我大概可以确保说一定会有几个记者来，然后我发新闻稿，他们是会有来有往的回答的齁。可是我在台南开记者会发了彩通，一个记者都没有到，我就在想这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这个记者的生态长得不太一样。他们在台南比较不习惯采访议题性的记者会，
活动型的记者会他们会去，因为热闹有看头，拍起来好看。可是议题型的记者会好像对于地方型的记者来说是相对少的，除非是那种什么自救会啊、抗争的现场。可是如果你是坐在一个室内，好好开个记者会，讲一些事情，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他们熟悉的采访模式，就不会来。那这个其实蛮震惊到我。再加上过去我可能游说或者是这个在台北要倡议的对象，就会是国会议员，他们可以去通过一个立法，然后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法律现状。可是在地方没有这个权限，但是我在地方谈的就会是更具体、更在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全世界都在谈净零转型，好，我们要减碳，我们要在2050年达到这个减碳的目标。可是要做到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做能源的转型，要从譬如说过去可能高排碳的这种火力发电，好，这种核电这种可能比较有危险的，转到这种光电、太阳能光电或者是风电这一种绿电型的产业。可是这整个国家政策到了台南会发生怎么改变呢？就是台南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对，那我们有很多的养殖渔业。我们的渔温上面就会开始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上面盖电板，在渔温的上面盖电板？那我们叫做这样的政策，渔温就是养殖业的鱼池，鱼池，大型的鱼池这样子。渔翁是吧？渔温，对对对，土字边的温，对，又学一个词。好，那这个大型的鱼池上面盖电板啊，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渔电共生。那这个事情就严重的冲击了台南的养殖渔业。因为电业商他们是带着大的资本进来，他们说我们在做好事啊，我们要这个制造更多的绿电啊，所以他们会去跟地主，通常这个大型的鱼池经营者跟所有者可能不是同一个人，我有这一块土地，可是我自己没有要养鱼，我就租给人养鱼。那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子在运作，现在有一个新的角色进来，叫做光电业者。那他们会用高于养殖业者数倍以上的价钱跟地主承租。然后地主就直接租给光电业者，他们就不想租给养殖业者啦，这个就造成在地产业的冲击。可是这个是台北在推政策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直接细致的去谈的问题。我们现在回到地方，我们就要去面对。那在这样子的困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理解每一方利害关系人他们的角度是什么？这些就是地方政治，我们要开始试着去理解这些事情。杨姐，以后。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地嘛，那它很多，比如说像能源政策，它可能有的就不是在地的政府能够权力机关能够决定的，它仍然还要推到议会去，推到中央政府去，所以你会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在地好像离权力中心有点远，你觉得好像可以做动员，可以做连接，可以让邻居的阿爸阿妈都觉得这是我们台南之女她在做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最后我还是要回到权力中心去。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因为我是从台北回来的，所以我对中央不陌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差异哦，就是如果我一直都在这里生活了40年，我会对台北的运作感到陌生。可是正因为我运作过台北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再回到台南，所以我在这里受阻的时候，我还蛮清楚的知道说，那接下来回到中央，我要去运作哪些事情。这个是可以说是我的优势啦。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地方上更需要的是理解跟我觉得我回到地方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选边站，你支持哪一边？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好像在台北的时候，我们有做倡议团体，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就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可是回到台南，你常会发现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利益冲突。然后当大家叫你选边的时候，你会很难选边，所以我可能会每一件事情选的边都不是一致的高度，有一些是在行政程序上我选边，有一些是在议题立场上我选边。我觉得这个是做地方团体最困难的事情，但我也觉得做地方团体有趣的事情也在这里，就是它会跟你的生活密切的发生关系，这个是很有趣的。那个是地方的生活感，跟在中央做一个倡议哈，今天通过了一个法案之后，你走出立法院，走出咖啡厅，你没有感觉到什么事情改变了。可是你在地方，这个参与了一个政策，然后确立了一个政策之后，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改变，不管是什么捷运路线的改变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改变。
我觉得那个是蛮扎实的生活感，而且这个是台湾的民主化下一步要去谈的事情。哎呀，我们可以一直聊下去，但是觉得太辛苦了。不会，下次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聊，不用对着录影机也可以聊。所以谢谢，我们继续。好，到这里吧。谢谢吴薇。谢谢。